最近《晚安大小姐》这首歌爆红，每个人都在跟着。但你知道歌里面的执事究竟是什么样的职业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执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大家最近有被《晚安大小姐》洗版吗？这首歌凭借着洗脑的曲风、魔性的歌词红遍了社群，相信大家最近脑里面呢，一定时常蹦出了那许多 YouTuber 呢也 cosplay 歌曲的 MV 里面的造型，跟着跳里面的舞步呢，就包含了我自己也试着模仿了一下。《晚安大小姐》其实是在恶搞日本的执事文化，而里面其中一位执事呢，据说是在模仿日本经典动画《黑执事》的主角塞巴斯汀。歌曲呢，夸张的展现执事想尽办法好言相劝大小姐睡觉，而这首歌也因此又带起了大家对于执事的好奇。执事究竟是一种怎么样子的职业？他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真的是像影视剧里面一样呈现的绅士吗？不过，在开始进入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炸鸡、薯条、臭豆腐、油炸食物明明不健康，但为什么都超好吃？除了味道、口感之外呢，有研究发现也跟声音有关。研究者呢给受试者吃薯片叫他们给薯片评分，过程当中呢调整吃薯片听到的声音，就发现明明同一种薯片，只要声音越脆，大家就觉得越好吃。他们推测可能是因为古时候人类的食物匮乏大脑会本能的渴望高油脂、高卡路里的食物，而人类最常见的脆脆食物呢，其实就是炸过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吃到脆脆的声音，就本能觉得超好吃。那抗拒不了油炸食物怎么办呢？你可以尝试看看用飞利浦新乐式气炸锅。新乐式气炸锅帮你把简单的食物变好吃，罪恶食物更升级。独家专利的海星底盘可以形成高温龙卷风气旋，加速美拉反应，不只是让食物外酥内嫩，还可以减油90%。而且用气炸锅最麻烦的就是看不到东西到底够熟了没有。新乐式气炸锅的透视视窗就可以直接看到气炸的过程，再也不用开关关气炸锅。现在嘖还有独家首发的超等优惠，赶快点击资讯栏看看吧。谈到执事这个词很多人会想到日本动画当中那些帅气能干的角色，但其实这个词呢是源自于中国古代。在汉语里面，执事原本是指负责管理各种事务的人，不只是管理家庭事务，也包含了管理官府的各种事务。后来这个词传入了日本，在9世纪到12世纪的平安时代，执事用来称呼那些管理宫廷或是贵族家庭日常事务的人。渐渐的，执事所指涉的职务开始变化，演变成了现在的含义，也就是专门指负责管理家庭内部事务的角色。像是我们在日本动画还有小说当中看到的执事，其实就是类似于英国的管家。而这些动画小说当中的执事形象呢，也多取材自18、19世纪的英国。像是知名动画《黑执事》呢，就是以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背景，主角也参考了当时的英国管家形象。那么这些执事的原型英式管家究竟是做什么的呢？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呢，家里的葡萄酒都会有特定的仆人负责照料，并在主人需要的时候侍酒。圣经创世纪当中呢，就有提到一名名为 Shaka 的角色，他主要的职责呢，就是为主人提供饮酒服务。而这个词在英文里面被译作是首席斟酒侍者，或者是首席管家。之后呢，在中世纪的庄园制度之下，酒窖成了家庭的重要资产。主人最信任的仆人呢，会被派去管理酒窖，并且确保酒水供应充足。而这个职务呢，被称为是 bottler， 意思呢是瓶子持有者。之后呢，这个称谓也渐渐的演变成 bottler， 也就是管家的英文。而到了文艺复兴还有伊丽莎白时代管家的工作范围开始扩大，他们不仅仅管理酒水，还涉及到了食衣住行等家庭事务的管理。另外呢，管家也逐渐的成为家中地位最高的仆人，开始监督和指挥其他位阶较低的仆人。之后到了维多利亚时代随着家中仆人的数量越来越多，管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维多利亚时期，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社会财富的大幅增长，许多的家庭呢因此有能力雇佣更多的仆人。当时不少绅士家庭呢，至少拥有一个仆人、一个车夫，还有一个管家。而像是公爵的府邸呢，可能拥有多达300多位的仆人，其中包含了管家、二管家、厨师贴身男仆、女仆、车夫等等。那到了19世纪末，全英国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接近150万人，成为了英国最大的就业部门之一。这个时期的管家呢，几乎是家庭当中的最高总管，所有的仆人都会听管家指挥。1861年出版的毕顿夫人的李家守则呢，详细描述了管家的职责，包含了管理家务、财务、安排每日的餐饮与家庭活动、监督仆人打扫、确保家中整洁等等。
那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大小姐哦，你的生活呢可能会很像唐顿庄园那个样子。早上有女仆帮忙穿衣，早餐时呢管家会安排好餐点并送上这个烫平的报纸。下午呢想要出门社交，管家也会安排好车子啊，还有车夫。晚上用餐前呢，管家也会检查餐点，甚至连蜡烛的尺寸、餐具的摆放位置、光线的明暗都会仔细确认。要做的事情很多，同时呢，他们还得要注意礼节。管家呢会穿着特别定制的制服，说的话、做事的动作都随时保持着绅士的状态。不过这些工作呢，通常不用管家亲自下手，而是指派下属去完成。他只需要负责管理，管家身边呢，通常还有一个随时跟着的助手脚夫，负责实际执行管家的吩咐。例如，管家呢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但实际上呢是由脚夫打开门，接收这个客人的帽子啊，还有外套。那如果管家生病，脚夫将作为代理管家。当时的管家呢，年薪大约是在50英镑左右，包吃包住，还有额外的小费，超过普通工人20到30英镑的年薪。年薪不错呢，再加上对于富豪家庭的向往，当时不少人想要从事管家服务。不过这样的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在几十年之后，管家的人数突然锐减，甚至一度濒临消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社会的财富因战争损失巨大，像维多利亚时期的这个庄园富豪也少了很多，西欧国家的这个家庭服务业也逐渐的萧条。二战之后，这个状况变得更加的严重，许多富豪破产，管家也大量失业。二战期间呢，英国还有3万名的管家，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呢，管家只剩下100多人，这个职业都快要消失。社会历史学家西格曼就解释从事家政服务的人数呢，往往和社会贫富差距有关。也就是说呢，有越多的超级富豪，就会有越多的管家仆人。而当社会阶层趋于平衡时，从事家政服务的人数也就随之下降。不过奇怪的是，管家并没有彻底消失，反而是到了21世纪初，管家的数量又重新的涨了回来。到了2007年呢，英国的管家数量升回了5000人，而2014年呢，更是增加到了1万人。除了管家，从事家政服务相关的整体人数也在上升。现在英国呢，大约有200万人从事这个行业，是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最高峰。不过，虽然当管家的人又逐渐的变多，但现代管家的服务对象、职责和以前维多利亚时代相比又有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不同呢，是现在英国管家不只服务欧洲富豪，还会流向海外服务中国、俄罗斯、中亚地方的富豪。21世纪之后呢，亚洲的经济快速的发展，在中国石油丰富的中亚都出现了许多的新晋富豪，他们的豪宅需要有人管理，再加上本身他们也对有钱贵族生活充满着憧憬，所以常常找欧洲专业的管家帮他们打理家事。据说有些新晋土豪呢不懂欧式礼仪管家还会反过来教土豪礼仪跟细节。例如，管家呢会教他们说话更文雅，像是厕所不能够说厕所，而是要改说化妆室。那除了服务对象，现代的管家的工作内容也不太一样。管家不仅要会处理家务琐事，还要紧跟着时代变化，懂得使用数位工具，像是帮主人整理数位工作表、管理公司系统等等。有些管家呢还需要懂机器修理，家中的自动化设备坏了，都得要由他们亲自动手修理。另外，管家的服装呢也不再那么正式，日常可以穿休闲服正式的社交场合才换西装。在美国呢，管家经常穿这个马球衫还有休闲裤，而在巴厘岛呢，这个管家只是穿当地的传统服饰。而且现在管家呢也不只限缩在家里也出现了专门负责服务饭店住户的这个酒店管家，还有服务旅客的邮轮管家等等。那因为新时代的管家需要会的技能很不一样，所以为了让他们更了解现在的服务需求，现在各地也出现了许多的管家学校，提供专门的管家职业培训。21世纪前后出现了许多的管家学校，比如1999年在荷兰成立的国际管家学院，2013年在比利时成立的管家和款待学校等等。这些学校提供非常全面的培训课程，包含了怎么样安排用餐座位，怎么样根据不同人的餐饮口味安排餐点，还有品酒啊、熨烫服饰，或者是修理机器啊，然后养护宠物等等的课程，甚至连怎么开香槟、如何与别人电话沟通，都有专门详细的训练。那除了理论教学这些学校呢还会提供实习跟就业的机会，让学生能够尽快的入行。在台湾呢也有类似的学校 TBA 台湾管家学院，学成之后呢，学员可以获得英国管家协会认证的专业管家证书。不过想要成为一名专业管家前期付出的学费并不便宜。台湾管家学院的56小时课程呢就需要7万5台币，而在欧洲8周的课程费用高达了1万5欧元。
尽管学费不低但仍有很多人愿意去学，因为一旦学成的管家的年薪通常在3.5万英镑到4.5万英镑之间，表现出色的甚至可以达到7万英镑，这是伦敦软体工程师平均年收的2倍，而且管家还有免费的食宿。这样子的薪资还有福利吸引了许多人入行但却也有人说很后悔当了管家，甚至说感觉像是签了卖身契。有些在职的管家说呢，他们的工作得随时待命，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一个管家每天的工作时间呢，往往超过14小时，有些夜间也得回应主人的吩咐，甚至可以说是24小时随时待命。而且现在富豪的家中呢，往往没有那么多的仆人，管家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子只负责管理，许多事情得亲自动手。一些管家抱怨自己得包办了拖地洗鞋、开车、遛狗等所有的工作，感觉就像是签了卖身契，根本没有私人时间。一些运气不好的管家还得满足主人非常挑剔的要求，比如呢，有管家说，因为杯子不够，没有拿给主人昂贵的这个梅森杯喝下午茶，主人就因此大发脾气。还有人说自己呢，因为不会修精细的机器手表，就被赶出家门。不仅要服务好主人家庭里面微妙的人际关系也让许多的管家头痛。有管家说，他得在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协调，小心的去看每个人的脸色做事，不然一不小心就会被卷入家庭纠纷。还有管家说，下属的仆人也很难管理，得跟他们搞好关系，让他们愿意听从命令，不然仆人呢，仍有可能会联合起来罢工，让你的管理工作做不下去。也就是说，管家不仅要做事仔细，管理多重的工作，还要很会察言观色，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这样呢，才能够让有钱人的这个居家生活井井有条，他们也才能够在高压的工作环境当中生存下去。在进入管理以前呢，我们先特别感谢自己机械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让更多的议题有更不一样的讨论空间，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以前看流行文化里面的执事呢，都觉得他们厉害到太夸张了，真的可以说是无所不能。光是晚安大小姐里面要哄大小姐睡觉，就需要这么多的好言相劝，做这么多东西那说到这边呢，我们也想到，过去我们从影视作品里面来认识这个职业的时候呢，好像多半会把自己带入大小姐的角色，觉得被人家这样子伺候很爽。但这次研究过后呢，我们突然发现，如果是要把自己带入执事的角色，好像就会变得很忙很痛苦。而且这么忙碌的同时，他们还得要随时保持绅士的形象，不能够出现半点情绪化失礼的状况。另外，我们觉得虽然现在管家的工作内容已经跟维多利亚时代有点不同但主仆观念却好像还是没有改变。许多富豪呢，仍把管家当作自己的奴仆，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而不是用现代职业的平等观念对待他们。长期下来呢，再有耐心的管家也是很难应付难缠的大小姐吧。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在现在这个社会，你会想要从事管家工作吗？会薪水多还能够接触到上流社会 ，B 不会，感觉工时长，吃力又不讨好。C 我只想要当被服侍的人。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执事在做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英国女仆的真实生活以及英国王室形象危机。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